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上期的 S 英雄们都纷纷被龙级干部打败，而大众眼背后的操控者，也是怪人协会真正的 BOSS 赛克斯被龙卷逼了出来。这场激战逐渐被推至高潮，而另一边和饿狼对峙的超合金黑光又能否取得胜利呢？那么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饿狼和超合金黑光的对战充满了美感，完美诠释了什么叫肌肉间的对决。可无论饿狼多快的速度，破不了防，就拿黑光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不远处观战的性感囚犯算是看出来了，自己果然和其他 S 级是有些差距的。我说过没用的，无论你的速度有多快，打出多少拳，在千锤百炼的肉体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。话音刚落，饿狼瞬间消失，下一刻环绕着黑光高速移动了起来，想通过速度来迷惑黑光的视野，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速度再快都没有用。怪人游戏到此为止啊！一瞬间，饿狼眼里的血红消失了。超合金黑光也看出了饿狼的变化。你是超合金黑光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我记得之前应该在和大蛇交手才对呀。突然间，他想起来了，那个小鬼有顺利逃离这里吗？怎么了？饿狼一时间也解释不了，干脆说道：“看样子我刚刚在睡梦中和你打了一架。”睡梦之中？哼，不要给自己找这种蹩脚的借口。哼，我的睡相很差，如果给你造成了能够战胜我的错觉，我向你道歉。熟悉的流水拳加身，饿狼摆好了架势，清醒过来的他才是最为可怕的。超合金黑光似乎也察觉到了饿狼气势的变化，脸色也严肃了起来。这场对决从现在起才算正式开始。一记重拳被饿狼低头躲掉，并顺势还了一脚。这一脚的力道和精准度和之前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，该不会这样就结束了吧？话音一落，黑光从地上蹦了起来。只要打败你，就能证明我的攻击对所有人都会有效。全身的肌肉协调性的确提高了不少，你的肌肉品质优良，在怪人协会里发臭就太可惜了。如果你能够改过自新，在精神上重新锻炼一下，或许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英雄。这番拉拢的话让饿狼瞬间想起了大钟眼，我可以将你培养成最强的怪人。你们一个个的怪人协会、英雄协会，今晚都会被我消灭。你就安心的上路吧。眼瞅着饿狼气势再次拔高，讲道理是不可能了的。哦，这样的话就要在这里阻止你了。黑光低下身子，全身的肌肉都瞬间膨胀了起来，看样子是要火力全开了。在这一瞬间，饿狼竟然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，直接接下来会当场毙命，能卸掉吗？已经来不及思考了，他只能用流水拳尝试化解了。没办法，卸掉。不过是普通的冲撞，竟然连臭老头的流水拳都卸不掉。中招的一瞬间，全身的骨头都应声而碎，宛如炮弹般的冲击，将这小小的走廊变成了大片空地。看着废墟下的饿狼残躯，超合金黑光解释道：“我以前为了体验绝技，曾经向银色獠牙老先生切磋过。我半强制性的逼他出手，结果被打得很惨。虽说没有受伤，但我的攻击每次都会被他卸掉。因为我亲身体会过，所以我很清楚。饿狼，你还嫩得很。”原来并不是流水拳的问题，而是饿狼修行不足的问题。之前能够取胜，只是你运气好罢了。如果你的对手是原子武士、小龙卷或者闪光和 King， 你连施展招式的机会都没有就死掉了。虽然我不清楚你是对什么有所不满才开始狩猎英雄，但我要让你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。饿狼破土而出，飞溅出的碎石，黑光躲都懒得躲。他们当然会很强了，可以毫无愧疚之心的使用暴力，自然是战无不胜。也就是舍弃了善良。饿狼对英雄的看法一直都是激进的，在他看来，英雄协会那帮人全都是伪善的垃圾，臭死了！伪善的臭味让我想吐。所以这次的事也是这样的吗？站在做好事的立场上，就会充满力量吗？
黑光听得一脸懵，完全不知道饿狼在说啥。你刚刚说怪人游戏，你又何尝不是在玩英雄游戏？受了那样的致命伤，还能动吗？黑光压根儿和他就不在一个频道上。你们这些人就是狗屎，受到民众狗屎一样的支持，这点我无法左右，所以我要战斗，拼了这条命也要打垮你们所谓的正义。你无法阻止这场怪人游戏。饿狼的脸色逐渐发生了变化，似乎越来越不像是人类了。可恶的怪人，我的披风！我提醒过你了，都怪你自己太大意。算了，反正也这样了，回去后就让杰诺斯帮忙缝一下吧。你还是有点战斗力嘛，虽然在我这儿只是三流的。你的招式太粗糙了，得多多磨练技巧。虽然很难，但等你达到一击迅速解决对手，且不留痕迹，不被人发现，做到这个领域才能被称作一流，不被任何人发现。这样嘛，那样不会寂寞吗？原来你也是想被人追捧才成为英雄的吗？算了，在和怪人王的对决中，我会让你看看什么才是一流，你可不要拖我的后腿。不会啦，我会解决他的。这两个家伙未免也太小看怪人王大人了，等你们见识到了大人的强大，可别哭啊！这种规模的战斗，老师的衣服没事吧？回到另一边，饿狼和超合金黑光的战斗似乎又回到了最开始的一个打一个挨。没问题的，我的肌肉护盾可以防御任何攻击，在他的攻击停止的瞬间，一口气干掉他吧。不过，是我的错觉吗？他的动作好像越来越快了。并不是错觉，饿狼的攻击确实在不停的加速，并且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，仿佛几十个武术家如惊涛骇浪般向他袭来。这一瞬间，败北二字竟然浮现在他的脑中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在肉搏战中输掉。超合金黑光一边已经在怀疑人生，开始动摇了，而饿狼一边还在不停的变强。左手是流水延髓拳，右手是旋风铁斩拳。此刻他正在吸收邦库两人曾经联手打败他的招式，想借此来破坏眼前这座异乎常人的肌肉要塞。其实这本该是由两人施展的联手绝招焦牙龙沙拳，被这位稀世天才硬生生一个人学会了，并且他经历过的无数踢馆对决所模仿习得的武术，可不仅仅是流水旋风两种拳法而已。在面对这位和银色獠牙并称双雄，站在肉搏战顶点的超合金黑光，那压倒性的防御力，饿狼没有停下。和强者战斗，越是能发挥出真正的实力，从而得到成长。这便是饿狼所走的路，在战斗中成长。不要太得意，我也要火力全开了！超合金火箭炮！高速的拳头上甚至出现了光芒，可见其威力有多惊人。但饿狼并没有选择躲避，硬生生接下了这恐怖的一拳。这一瞬间，他的身上似乎正在发生某种变化。他的身体怪人。此时此刻，饿狼的限制器正在解除。另一边，赛克斯喝下了奇怪药剂后，体内爆发出了恐怖的力量。再次面对龙卷的拉扯力，已经有能力反抗了，但似乎也只是比刚才好了一些罢了。想从这么远的距离把我拽上去，怎么可能？哼！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他的双手束缚住了，简单的很，只是把一个无处可逃的凡人吊上来而已，对吗？一瞬间，他冲天而起，向着地面飞去。正飞到半空中，赛克斯挣脱了双手的束缚，接着他双手一样，给我下来吧！同样是一股巨大的拉扯力，将地面的龙卷也拉了上去。这地方好奇怪啊！难得来一趟，你倒是介绍一下呀，就像旅行车上的导游那样。喂，这种无聊的事。那么，请看您的右手边，这里是……闭嘴！赛克斯冲天而起，头顶上的龙卷也正俯冲而下。刚刚的那是什么？是人类吗？两人终于面对面撞上了。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以两人为中心向四周弥漫开来，把一旁的怪人们都吓了一跳。龙卷，你今天会输，要怪就怪把我拉到这里的你自己吧。青筋暴露，双手捏着两团火，看样子气势十足。而与之对抗的龙卷似乎根本没有听进去，悠闲地掏了掏耳朵。是吗？话说啊，我们已经确认，除了人质以外，还有一个小孩也被抓到这里来了。没错，他所担心的也只是那个小孩罢了。至于对手是谁，根本不重要。
而此刻那个小孩，也就是比利熊，恰巧碰上了 King。两人对视了几秒，似乎在确认身份。认出了是 King 后，比利熊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的冲了过去。别动！没用的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哎，知道什么？哼，隐藏原本的样子接近我，然后再找机会暗算我的卑鄙小怪。比利熊完全不知道 King 在说啥，但这时他的身后一只怪人慢慢现出了原形。怪人，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我明明已经彻底透明了呀。剧情的发展似乎和他想的不太一样，瞬间帝王引擎开始轰鸣。抱歉，打搅了，我先回去了。这么看来，这个小孩应该的确就是那个走失的孩子了。怪人太可怕了，牵着手吧。谢谢你 ，King。漆黑的走廊里，被吓跑的杂鱼怪没注意到，一旁正有一坨黑东西在注视着他。这黑东西就像淤泥一样，将他牢牢抓住。没一会儿，杂鱼怪就没了知觉，慢慢的被吸收了。血，需要更多的血。这竟然是怪人王大蛇的心脏。原来不久前被奇遇一拳打爆了身躯，掉下深渊的大蛇其实并没有彻底死掉，而是残留了一个心脏，仍然存活着。只要吸收血液，让身体再生，他的躯体眨眼间就遍布了大片区域，只要被他粘住的怪人都会成为他的一部分，直到重回巅峰。吸收了一些怪人，让他的力量多少恢复了一些。头顶上那股强大的力量波动引起了他的注意。赛克斯和龙卷，把你们的血给我吧。赛克斯的能量炮对于龙卷来说根本构不成威胁，能量炮全都被龙卷弹开了。倒霉的还是这片区域的怪人们。回答我的问题。King 的引擎声音变大了，不愧是 King， 随时都保持着战斗状态。要再跑多久才能到地面呀？让一个最近一直坐着玩网游的人突然爬这么多楼梯，会死人的。King， 快看，有电梯哎！拉这个控制杆就行了吗？原来如此。两人正在感叹怪人的装置原来如此简陋，殊不知他们已经被盯上了。饿狼在战斗中成长，即将解开限制器。另一边，龙卷和赛克斯的对决被大蛇盯上了。那么接下来故事又将如何发展呢？到这里，怪奇篇10就结束了，下篇故事将更加精彩。喜欢本期视频的，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